好了，我们第3款线下课的作品，然后短发作品今天开始了。我们先看一下发质，它的发质呢是之前染过的，所以说上面是健康的，下面是受损的。我们先把上面这一段先染好，然后再做裁剪和烫发的处理。好，那我们就先开始我们的裁剪。那我们先从刘海开始去剪。那刘海呢是我们要打造一个比较甜美减龄的一款刘海，所以说的话我们会往前剪。往前面剪的时候会有一个缺点，就是它这里有一个发旋，发旋是往这边去走的，所以说我们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位置的一个分区。如果你分区没有分好，那剪出来就是这边多会这边少，因为它整个头发的流向是容易往这边走的。那我们开始去做分区哈，那我们就先开始剪刘海。我们刘海的分区分了一个3指位深度的一个刘海。好，3指位深度，2个指位宽度的一个刘海，按下来的时候，这两边一定是这个眉中或者说接近眉峰的位置。那我们提拉平行地面，平行地面的提拉，然后先剪大概的一个长度，因为平行地面放下来是有层次的。好，这个时候放下来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遮掩。所以我们再来一遍。好，这个时候是我们想要的长度。好，剪好之后，我们继续从这继续分到外眼角的位置。好，我们的分区是分到差不多外眼角的这个位置，来继续扩它的一个宽度，两边用一样相同的方法。好，这个时候分好了之后，我这里的提拉平行地面的提拉。刘海平行地面的提拉，用这个剪刀的中部去边做边剪边划的动作往外扩，扩的时候扩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层次感的一个好划剪的动作，相当于好，这个时候这侧面是有这个层次连接下来，同时这个我们也能清晰的看到这个位置会很好的修饰它的一个颧骨的这个位置哈。好，继续。好，这个位置会很好的修饰颧骨。好，另一个侧面，好，另一个侧面的话，我的站位都是要站到它的一个外眼角的后部。然后同样跟刚才一样，平行地面的提拉，然后放出去找到引导线，然后同样用剪刀的中部慢慢用划剪的动作，慢慢划出我们想要的这个长度跟层次。好，这个时候放到这边也是一样的。好，同样可以修饰脸型。好了，这是我们剪好的刘海。那我们剪刘海的重要就是在这侧面可以更好的修饰这个小姐姐的这个脸型。好，剪好刘海之后，我们只需要做前后的分区。那前后的分区分好之后，我们只是需要把后部建立一个方形偏圆的一个结构就好了啊。你就低着头好了。好，我们后部先剪一个后部的一个偏方形的一个底线，先用锯齿，好，剪的是偏方形。好，另一侧也是相同的方法。
看就可以，圆一点点都可以，有一点点。好，后面的底线剪完之后，我们从转角处颈侧点到耳点的位置拉到侧部，然后轻轻的磨一点点角就好了。拉到侧部的时候是有角的。好，另一个侧面，好，另一个侧面也是颈侧点和耳后点拉到侧面。那这个时候是会有一些微微的角，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角磨掉就可以了。好，磨掉之后，我的整个后部是方中带圆的一个底线，是偏方形居多，但是因为这两个转角收了之后就会偏圆一点。好，我们侧面和后面做一个连接。好，找到侧面的引导线，直接和侧面做连接。好，底线方中带圆。那我们剪到前面耳点以前的位置，剪到耳点以前的位置的时候，我们这个角往前走，偏移一点点。这个时候往前走一点点，这个时候它就是会有一点点收圆，前面会略微有一点短的。好，这个是我们的。好，这样剪完的话，我们就是前短，前面从耳点处开始，微微的这个位置有点走短，这个位置是偏方形的。好，另一侧用相同的方法。好，先做连接。好，连接完了之后，耳点以前的头发往前面略微靠，这个时候它都会容易走短，往前面略微靠。往前面略微靠一点点，这个时候耳点以前的头发是偏短的，好，用相同的方式。然后这时候我们开始剪我们的层次。那剪我们的层次，我们还是和刚才的方法一样，先前后分好区。好，这时候我们前后分好区，我们一定要找到顶上的一个落点，它的层次比例，我们今天控制的层次比例大概是4:1。如果过于太高，减3:1，整个这个发型的这个层次会过于太高，所以说我们减4:1。首先从中间分好一个来确定我们的一个层次。那我们提拉的角度从中间拉出来，我们提拉的角度做平行地面的提拉。好，这个时候平行地面的提拉，平行地面的提拉，这个时候出来成一个三角，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三角的这个角去掉就可以了啊。好，继续往下面。好，这个时候我只是去了一个三角，相当于我的这个裁剪结构是利用了后部方形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好，这个时候当我这样剪完的时候，我这个层次是非常低的，大概是控制在5:1。那5:1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说我还要再继续这样修剪我们这一块的一个层次，要大于5:1。OK， 这个时候都修剪了我们想要的这一块的一个层次落点哈。这个时候的层次比刚才略微高了一点点。当我平行地面剪好这个区域之后，我们继续用放射的方法，继续跟随刚才的引导，再平行地面，再把上面剪掉。好，侧区的头发注意往后靠一片。好，去掉的是这个角，去掉的是这个角。
OK， 那我们后部的这边平行地面都已经剪完了。好，这个时候是我们后面剪好的效果。那我们剪好了之后，我们去看，我们平行地面剪完了之后，在这个区域的堆积就发现它已经上移了。那在这边没有剪的时候，它这边的堆积就恰恰是相反，还是比较平的，并没有堆积感特别强烈。所以说，当我们剪好这个层次之后，它的圆润度、饱满度都可以出来的。好，我们继续剪这边这个侧面。好。和刚才同样的方法，用放射的这个法片，那我们平行地面的提拉，平行地面的提拉，找到我们的引导线，从下往上开始剪。好，侧面的头发我们往后靠一片，往后靠一片，找到引导线。好，继续。好，我们整个剪完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后面的堆积已经开始产生一个饱满感，同时它是呈一个偏圆形的一个饱满感哈。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剪前面两侧。好，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剪前面两侧，前面两侧也是和刚才相同的方法。那我们以后面为引导线，这个时候平行地面的拉出，平行地面的拉出，以后面的引导线为标准。这个时候也是建立一个侧部的一个方形的结构。好，剪到下面，下面是剪不到的啊。好，第二片，第一片往后靠，第二片还原我们的切口，还原我们的这个第二片还原，第三片最后一片往前靠，同样采用平行地面。好，当我这样剪好这边这个区之后，由于我提拉的角度是平行地面，那平行地面的这个角度是一个低层次，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会发现我侧面的堆积点同样是在移高。那我这边没有剪的都会发现它的直线条比较强烈，而我这边剪过的发现它的曲线条是比较强烈，所以说这边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整个发型减龄甜美的迹象会越来越明显。那这边的话就会效果会差那么一点点哈。来，继续我们裁剪这一边。好，同样是平行地面的提拉，第一片往后靠，往后靠的时候找到引导线，剪一个方形的一个结构。好，当我这样去剪完之后，一定要把左右的两边的头发拿上来做一个对比。OK， 差不多，左右两边的头发拿出来，你看这里是差不多的，那就证明我这边也是剪对的。好，第二片还原，不需要往后面靠。好，第三片往前。好，这个时候整个剪完了之后会发现，它的这个饱满感开始在上移。好，那由于我整个结构优质区的整个结构都是平行地面剪的，所以说整个在上部区它是全部是低层次，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要采用一个角度，我要采用一个头皮90度。好，从后部再拿起来，提拉出一个头皮90度的一个角度。头皮90度，我们开始去把上角去把它磨干净。好，这个时候是去掉的上角。这个时候我的这个区域去完角之后，这个时候才是真正4:1的层次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落点产生1份、2份、3份、4份，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4比1。同时，因为我的去了角，听清楚，去了角之后，我的整个后部区的重量是还是有的，但是表面的这个松散感、跟轻盈感、跟动感，同时因为你的去角而出来。好，这个时候我同样用泛射的发片提拉到头皮90度，开始做去角。好，泛射发片跟刚才是一样的，把这个角磨一下。好，这个区同样是泛射的发片。好，继续磨角。好，再来后泛射发片。好，这是角，把角磨掉。OK， 好，这个时候我们后部的整个角都被我们剪好。当我后面去角了之后，整个去角了之后，我的重量是还有的，同时我的表面产生比较轻盈的感觉。哈，好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侧面直接拉高。好，第一片往后靠的时候，同样做这个去角的动作。那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这里的切口是去圆的，不是去的直的哈。好，第二片，第一片往后靠，第二片不要往后靠。好，记清楚重点，这里是收圆的。第三片往前。如果你收的特别直，那你的侧面的层次会出现一些问题。好了，好，这个时候我的侧面的圆润感开始再出来了。好，另一个侧面提拉。好，另一个侧面好提拉，第一片往后靠，同时磨到这上面这个角。好，记清楚我是收圆的哈。好，从中间拉起来，修一下。好，第二片。好，记清楚我是在收圆，它这里是收圆的，不是剪的直的。第三片往前靠。好 ，OK， 这个时候我们整个层次都已经剪出来了，这是我们整个头发4比1的层次。那最后我们要去做脸基线的一个处理，我们这个时候要去做脸基线侧部的一个处理。那脸基线我们同样分区，分到接近耳点的位置，记清楚，我们在这里分一条直线，分到接近耳点的位置。我们提拉的角度，这侧面提拉的角度，采用45度的这个提拉，45度的提拉，以这里耳点的这个角为引导线为基准，往上面把脸基线剪出来。听清楚，我是45度的提拉。好，这个时候再平行地面。好，这个时候我就会去发现我侧面的层次开始再出来了。来看一下。好了，这时候我发现我剪完之后，我们侧面的层次就非常漂亮的出来了。这是侧面的层次。好，这个时候我们这边剪了一下脸基线，和这边我们就会发现左右两边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哈。这边相当于层次是比较顺畅一点。那我们侧面的这个脸基线，我们再一连接下来，这侧面就会更加的顺畅了哈。好，另一个侧面，我们用刚才相同的方法，也是分到接近耳点的位置，接近耳点哈。好，这个时候同样提拉到往前45度的位置，保留下面，这下面是没有动的，45度的位置。好，继续往前拉45度。好，平行地面，因为这里有一个角，我们要把这个角磨掉。好，这个时候
好，这个时候我的侧面同样开始产生这些细微的这个层次。当我们把脸基线剪完了之后，头顶这个区域这个位置往前拉，好，把这个小角一起收掉，这个位置往前拉，收一下前面的一些角。这时候我们顶部都是有一些偏圆的、偏圆形的，前短后长，前短后长。好，前短后长剪完了之后，同样从顶上取出这么一小撮头发，好，往前拉，我们做一个虚的连接。好，从这个位置把前面的这个比较虚的层次剪出来，好，再过渡一下。我们从这侧面提拉出一小撮头发，和我们的刘海的这里做一个虚的连接，同样站位站到外眼角处。这个时候我们找到刘海的一个最短处，开始慢慢往下做一个比较虚的这样连接。好，这个时候我们上面的，好，这时候我们看一下这脸部的这个脸基线的这个轮廓，这个层次是很漂亮的，这样去做的一个全部的一个连接啊。好，另一个侧面跟刚才用相同的方法，拿着这侧部顶区的这里头发，好，平行地面。好，这个时候我找到了这个刘海最长的地方，好，找到刘海最长的地方，好，平行，找到刘海最长的地方，好，也用相同的方法，好，继续延伸一下，好，继续。好，这个时候我们侧面的又很漂亮的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剪完之后，我们另一个侧面也是和刚才一样，得到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层次结构出来。好，这个是我们整个剪完的一个效果。那我们看到剪完的话，这个头发是比较甜美减龄的哈。好，我们看一下后面，包括后面的这个整个头发的饱满度。好，我们现在开始去打薄。打薄的话，我们用15%的牙剪。打薄我们用15%的牙剪。好，先去做一下根部。先剪一下根部，好，根部，好，根部剪完了之后，我们再做一下空间的中部。这个时候我们去做的，这时候我们去做的这种偏竖状。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制造一些竖状的空间，显得不会特别的臃肿。好 ，OK。好，这样剪完之后，下面也开始松散了。好，第二个区，那这一块的发量是偏多的，所以说我们同样首先第一刀是解决根部的问题。好，做了根部之后，我们再过来做发中。发中的话，主要以竖状，主要是以剪这种竖状的空间为主。好，首先是根部剪完就是中部，做这种中部的话，主要是以这种竖状的空间，竖状这样剪出来，因为它这样剪完，它的这个空间里面的支撑力会更好一些哈。然后再来，然后根部，发中，好，根部，好，根部去做了之后。我们就会去做发中，我们主要是以这种竖状的感觉，让
让它产生更好的空间。好，好，根部、发中、发中。好，这两侧的话就不要去动，主要是我们做根部是在后面。这个时候，当我整个剪完之后，我这样去拨动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它更容易产生一束一束的这个空间感，而且它的空间感是比较好的哈。这个，但是我整个结构是没有做任何的破坏的。好，最后在发尾轻轻的过一下。好，这两侧的话，我就主要是以发中为止，两侧的量感本来就少，就千万不要再去做这个发根，哈，发中做一些树状感。好，好，发中，好，这个时候产生的树状感。好，另一侧也是相同的方法，发中，不要去做发根，发中，好，发中，好，好，最后是我们的顶区，我们顶区拉着一束，用低层次的方式，先接近根部，然后再接近发中，然后再慢慢的过渡到接近发尾，然后记住我表面的是不能去动的。好，跟刚才一样的方法，发根、发中、慢慢延伸到这个发尾。好，一样的发根、发中、好，继续。好，另一侧，好，发根，慢慢的，记住我表面是没有去做的哈，没有去打薄的，记住我一打薄，这里是保留的，没有动的。好 ，OK。好，最后稍微再。好 ，OK， 好，当我剪完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整个头发一束一束的感觉就会比较明显，哈，同样它会有很多的这种空间，这样的话，它做出来的头发是比较通透的，而不是比较实的，松散与通透的，而不是比较实的哈。好，这个时候我们整个看一下，小姐姐先低点头。好，这是我们剪好的效果，我们就去看一下。这其实剪完了，整个头发都是有这个形状的，而且同时整个发型是偏减龄的一款发型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去烫的话，我们这款发型的话会在实战当中会做一些微烫，而不会去烫的特别卷。所以说的话，这个也是我们实战当中做一些弧形烫发的一些方法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发质，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它头发有点偏毛躁自然卷，而且长期扎发的时候，它在里面也会形成一个比较弯的状态，这里面整个这里面是比较弯的，所以说的话，我们等一下软化也要把这些去矫正一下，同时软化要上到这上面，整个优质区的话，这一块上药水我们都会保留大概有5个手指位，不要上到特别到根，因为我们等一下发根还要做支撑和蓬松，所以说我们软化基本上是属于全头，因为它的发质哈。好，由于它的头发这些是有弯度的，所以说我同样要一起软化。那我们一起软化的重点，我们采用第一遍开始用少量的涂抹方式。千万不要涂得太多，用控量的思维去控制一个软化啊，也控制它这上面这一节带顺的同时而比较自然。所以说我们第一遍涂的量是偏少的，这个时候你们都会去看到我们整个头发上面的量是比较少的，千万不要多了这一节的软化会特别的高，
特别的高，因此你在整个做完的结果就会比较死板啊。继续开始去涂药水。好，头顶处的这个软化我们就不要上的特别多，就不要上的特别靠近，就上到一半的地方或者少于一半都可以。因为如果你上的特别近的话，头顶会很死板。好，当我整个上完药水之后，我们会去用经纬梳。当我整个上完药水之后，我们会去用经纬梳把这些毛躁的地方疏通疏顺，疏通疏顺一下，整个头发疏通疏顺一下。好，当我这样疏通疏顺，我们停留10分钟。好，10分钟到了之后，我们这个时候由于我们涂的量比较少，所以说这个的软化最多只有8成。这时候我们略微再补一点量，那补量的时候只是补我们这个发尾需要烫的地方就好了，然后上面这些就不需要补了。好，当我们补完之后，补完这个我们要烫的这部分之后，我们只需要等3到5分钟就可以冲水了哈。好，我们这样去拉的时候，明显的感觉是软大于硬的感觉，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整体的软化都是已经是到90的状态，所以说我们开始可以去冲水了哈。好了，这个时候我们这里的软化就到位了。那首先我们去拨开来看颜色的色度。我们会发现这里的掉色会比这里会强1度，而这上面的掉色没有那么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会去看网状，我们会发现这个网状去拉的时候，它也是呈网状，但是现在网状的这种状态不是最密的，如果是最密的状态已经是很高了。第三，我们再去这样去做一些拉的处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也比较偏软了，而且是软，整个头发是软大于硬的感觉。我们这样去，好了，我们先分好一个刘海区，然后再前后区，然后我们后面最底区的话，我们先分薄一点，因为这个区域有很多人烫头发最容易烫直，所以说我们薄一点。好，这时候我们开始上杠，那我们上杠呢是28号的发杠。好，低角度，先指。然后是28号的发杠，然后这个时候直接做平卷就可以了。好，橡皮筋。好，卷完1圈多，再多卷一点点。好，包外包棉。好，大杠子才容易产生弧度，然后第2层。好，角度放低。也是28号的发杠，直接做平卷。好，另一侧。好，角度降低，喷水喷1圈。喷水喷1圈。然后直接做平卷。
好，再来一层。好，这个时候还原裁剪切口，还原开始提拉一些角度，还原我们裁剪的切口。喷水的重点是喷一圈，不要喷得过于太多。好，这个时候卷进去，好，卷一圈，然后再下橡皮筋，下完橡皮筋再卷。好，还原切口，喷水喷一圈。好，再卷一点点。好，最后一层。好了，第三层拉高一些角度。拉高一些角度，然后都是做平卷的动作。好，卷了一圈，下橡皮筋，然后再来一点。好，这里，好，抬高角度。然后继续一圈，好，下橡皮筋，橡皮筋，下橡皮筋，然后再卷一点点，好，侧屈，好，侧屈2根干。好，这里提拉一些小小的角度。好，这个发片往前略微靠一点点。好，平卷一圈，一圈到1圈多一点的距离，然后再多卷一点点。好，上面这一片，然后这一片记得往前靠，往前拉，还原我们切口。往前拉，喷水也是喷一圈。有一些短的不要去，这种短的掉出来的不要去理会，卷不了就不要卷。然后等一下我们最后用弧形板，如果过于太短的用弧形板。好，好，再卷一点点。好，这种卷不了的就不要卷，等一下用弧形板一带就好了哈。好，另一个侧面，这个侧屈，相同的方法。好，往前靠一点。
OK， 好，顶区也是往前拉，往前拉，还原你的裁剪切口。好，同样有几根是卷不了的，这个时候这里会掉一些下来，掉一些下来就不要烫，我们最后用弧形板去烫。好，往前拉。好，往前卷。OK， 刘海。好，刘海。好，我们这个刘海用25号的发干，这里有25的啊。这刘海用25号的发干，那刘海我们加的时间大概是在5、6分钟，就不加了啊。好，25号的发干。好 ，OK 啊，这有几根长的，我们不要去理会它，我们用弧形板去做卷。好，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去吊杠。好，那我们就已经把杠子吊好。那我们的加热时间的话是一次性加热10分钟就够了，因为它的发质不需要加热太久。然后水分的话，这个头发的话是7到8成，加热10分钟，拆完外包棉冷却完了就可以了哈。115度的总温度，加热10分钟即可。当我们加热完之后，我们需要找弧形板，这个弧形板温度是180度，然后整个给轻轻的就快速的过一遍，180度的温度，然后整个相当于抛光一遍。好，顺便带一下发尾。好，继续抛光。好，走到下面的卷石就松掉。好，继续。发片可以厚一点点。好，像拉直发一样，先把发干轻轻的预热一遍。好，走到这个过渡到卷的时候，手转到180度，这样一起带下来。好，就 OK 了哈。好，再来一遍，先拉顺，把整个头发先发干的位置先抛光一遍。好，抛光一遍之后，夹板下去转到180度一起走一遍，然后抛光再来180度走一遍。好，重复整头重复这样的动作。如果说你想这个卷度大一点，如果说你想把这个卷度扩得大一点，你就这样拉的时候把发尾也这样去拉直它，那这样扩出来的话卷度就会大一点，相对于我现在扩出来的话卷度就会偏卷一点点。好，重复刚才的动作，全头过一遍。好，这个时候拉到表面的时候，我就会把表面的卷是去扩一下。好，是整个把这个卷拉一下。那这样出卷的话，它就会比较偏自然一点。好，表面 U 字区的头发我都是做了这个动作，因为要把这个卷度扩大一些。好，整体拉一下这个卷度。好，这个时候这里的卷度，表面的卷度就会相对来说比较自然。好，往前拉扩卷，表面的卷扩大一些，特别是在侧面脸基线的这个位置，把
捻机线的这个位置千万不要卷得太厉害，所以说我就把这些位置的卷度扩张的更大一些。好，捻机线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我这个位置一定要做扩卷的动作，就是尽量把卷拉直一点点，这个位置。如果这个位置过于太卷，就很难看了，这些位置。所以说这个位置我其实做了一些扩卷，后面的话后面会卷一些，所以我们枕头一定要记住，我用弧形板过是该卷的地方要卷一些，不该卷的地方我们就多扩一些。好，捻机线这个位置要做扩卷的动作，要把它拉直一点点。好，我们直接定好型，头顶的定型就直接去洗护区就好了哈，直接去洗头床上面整个一起定型就。말이 많아 녹아내서 골라라 그 시타면 더 나. 이 시간을